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 Tiger， 马不停蹄的做好了本期视频给大家。视频前几分钟是发布会卖点的提炼，详细的介绍在后面，不要走开哦。在设计方面，宜家这一次的设计很大胆很先锋，自成一派的设计，金属边框自然延伸，钟表机 3D 精密陶瓷镜头盖板自然衔接，背板采用首创第3代丝绸玻璃工艺，有破戒黑、万物青两款配色。在发布上，宜家上来先不讲参数，而是讲了实际的详细体验。宜家10 Pro 集合全球4大研发基地，钻研2年打造 GPA 稳帧技术，以 AI 算法每分钟决策签字，实时调整游戏场景、用户行为及设备温度等参数，实现稳帧。在长达5小时的某 MOBA 游戏测试中，帧率维持在 87.9 帧。宜家10 Pro 搭载 OSync 超频响硬件加图形异构技术，触控显示的延迟更低，游戏更跟上，并且这款手机还拿下了吃鸡和 LOL 手游赛事用机。系统方面，搭载全新的 ColorOS 12.1， 简单来说就是轻快流畅，功能多。配置方面，宜家10 Pro 搭载骁龙8加 LPDDR 5加 UFS 3.1 组合，搭载5000毫安时电池，用上了80瓦闪充32分钟充满，加50瓦无线闪充47分钟充满。宜家10 Pro 定制了安卓阵营 Top 级别的超大体积 X 轴线性马达采用电磁力驱动，是打字延迟低至5 ms， 还和腾讯合作推动了游戏试拍，大家可以在游戏中体验到。在屏幕方面，宜家10 Pro 采用一块 6.7 英寸3200×1440 OLED 屏幕，三星4发光材料，峰值亮度1300 nits， 支持 120Hz 刷新率 LTPO 2.0， 行业首发 1Hz AOD 息屏显示 1000Hz 极限触控采样率，原生 10bit 色深。近年各家旗舰都用上了 LTPO 2.0， 宜家进一步优化，从 120Hz 降频到 1Hz 只要75 ms， 而 1Hz 升频到 120Hz 几乎没有延迟，并且支持 QHD。 不知道功耗方面怎么样？5材质的功耗是比4D 的。相机方面，宜家10 Pro 主摄采用索尼独家定制的 IMX789 4800万像素，拥有1.43英寸的超大底，支持 OIS 光学防抖，三星 S5KJN 1到5000万超广角镜头，支持150度鱼眼镜头，以及 OV08i10的800万的长焦，支持 3.3 倍变焦加 iOS 光学防抖前置，3200万镜头，加入了哈苏自然色彩优化 2.0。宜家10 Pro 价格方面，售4699元起步，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如何？一般而言，对于这些硬核的用户来说，其对旗舰手机的要求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游戏体验、外观设计、影像体验。但是由于产品设计与技术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很少有手机能实现同时将这3个方面的使用体验做到极致，进而打造一部让人为之心动的旗舰手机。最新发布的宜家10 Pro 在经过我们1周多时间深度的使用与体验之后，我们认为该款机型在上述3个方面均实现了极致的使用体验，是一款不折不扣的性能旗舰，想必也会成为硬核手机玩家的梦中情迹。要说缺点的话，只是不支持 IP68 级防水。性能旗舰，手游体验拐点9完不掉帧。对于很多用户而言，游戏体验是其最为看重的体验方向，同时游戏也是最能体现一部手机性能表现的体验方式。虽说现在很多手机都搭载了旗舰级的性能配置，但是在实际的游戏体验中却经常出现过热、掉帧乃至卡死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游戏体验。宜家10 Pro 搭载的性能配置是目前安卓手机阵营顶级的全新一代骁龙8移动平台加 LPDDR 5加 UFS 3.1 配置组合，这一配置与目前的主流旗舰手机保持了一致，但是由于各手机厂商对于这一配置组合的调教与优化并不一致，所以最终呈现的性能表现会有很大差异。因此在本次的评测过程中，宜家10 Pro 的系统性能调度能力以及散热表现是我们重点关注的2个要点。首先进行的是基准性能测试，在AnTuTu跑分测试中，宜家10 Pro 取得了101万分的优异成绩，超越了目前 99% 的安卓手机。在 3D MARK 的 Wildlife 测试中，宜家10 Pro 也取得了10028分的成绩，超过了目前位列 3D MARK 排行榜第1名的小米12。由此可见，宜家10 Pro 充分挖掘了全新一代骁龙8移动平台的性能潜力，特别是在对于游戏体极为关键的 GPU 测试成绩，宜家10 Pro 可以说是目前旗舰手机天花板水平。
在发现一加十 Pro 能够充分发挥全新一代骁龙8移动平台的强悍性能潜力之后，我们又测试了一加十 Pro 在实际游戏的帧率表现。得益于 HyperBoost 全链路游戏稳帧技术的加持，一加十 Pro 在多款主流游戏中均能实现近乎直线的帧率曲线。同时，在主流手游的高帧率游戏模式下，一加十 Pro 的表现也同样让人可以感到惊喜。在手游王者荣耀的测试中，我们将画质选项设置为极致画质和超高帧率。在此设置下，通过 PerfDog 记录的游戏画面数据显示，一加十 Pro 能够以稳定90帧、平均89.6帧的顶级帧率水平稳定运行，一局最高画质的王者荣耀5v5对战。即使在团战场景下，帧率也几乎保持了一条直线，其帧率表现完全可以说达到了电竞级的水准。也就是说，即使在电竞比赛中，玩家使用一加十 Pro 也无需为了帧率而牺牲画质。一加十 Pro 之所以能够实现如此出色的游戏帧率表现，是因为其搭载的 HyperBoost 全链路游戏稳帧技术里有一项杀手级游戏优化技术——图形异构技术。它可以对图形指令进行精细化拆解，从而实现手术级别的优化，区分渲染的优先级，进而极大地降低负载，省掉不必要的功耗，让游戏保持稳帧的状态运行。HyperBoost 中还有另外一项 GPA 极限稳帧技术，可以通过 AI 技术对手机性能进行智能化调度，优先保证游戏运行所需的性能资源，进而保障游戏帧率的稳定。在实测体验中，我们还发现，除了拥有极为出色的帧率表现之外，一加十 Pro 在实际游戏时也具备出众的手感体验。借助独家定制的低延迟芯片与 LTPO 屏幕的特性，一加十 Pro 的 OSync 超频响应功能，该功能可以将从应用到屏幕显示之间的延迟缩短30 ms 以上，进而在实际体验中获得更快的操作反应速度。实际游戏中，无论是开镜还是释放技能，整体的操作体验均比其他机型更为顺畅。在对于持续游戏性能发挥至关重要的散热方面，一加可谓是为广大硬核玩家群体准备了一个巨大的惊喜。一加十 Pro 搭载了一加史上最强大的散热系统——立体空间散热模块。该散热模块展开后的面积甚至比一张 A4 纸还要大。借助由多种高效散热材料与热源分散式堆叠设计的散热结构，一加十 Pro 在长时间的游戏实测中，机身能够保持均衡的手感温度。在15分钟高强度的游戏实测之后，经过测量，一加十 Pro 后盖的平均温度为39.6摄氏度，并且从热成像图中也可以看到，整个机身背部并没有出现温度过高的单点发热源。这样的散热表现在当下的旗舰手机中来说相当优秀。握持手感，拒绝同质化这个手感很一加。虽说有一部分旗舰手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性能问题，但是机身设计往往忽视了握持手感，同时也缺乏美感。这是因为很多人认为旗舰手机的受众用户只注重性能表现，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用户对手机的工业设计是有着极致追求的，期望旗舰手机能够带来实现使用提升的创新设计。一加手机自诞生以来便因其优秀的工业设计与出众的握持手感而广受好评，融合吸收了一加过去8年设计与工艺经验积累的。一加十 Pro 在延续出色握持手感的同时，还带来了外观设计上的新突破。在机身的正面屏幕设计上，一加十 Pro 延续了最近几年流行左上角挖孔式前置摄像头全面屏设计方案。采用这种全面屏设计方案，可以有效避免屏幕挖孔对于屏幕边缘有效信息的遮挡。一加十 Pro 的正面屏幕边缘也采用了流线的曲面设计，搭配同样有着曲面边缘的机身后盖，可以带来相当舒适的握持手感。本次评测的一加十 Pro 万物清配色版机身后盖采用了星芒玻璃工艺，可以在不沾染指纹的同时，利用微透的视觉效果展现深绿色磨砂玻璃下面仿佛星光般闪耀的亮点。机身后盖抚摸上去也具有一种丝润的质感。一加十 Pro 背面机身，一加十 Pro 最引人注目的后置摄像头保护模组部分，采用了3D 纳米微晶陶瓷材料打造，可以为后置摄像头模组提供出色的保护，并且该模组通过延展式的设计，实现与铝合金中框的融合，加强了机身整体在视觉上的一体性，并且消融了后置摄像头模组凸起所带来的视觉差异。可以看到，一加十 Pro 本次在外观设计上采用了突破性的设计思维，打破了过去智能手机后置摄像头模组在设计上的惯性依赖，实现了摄像头模组与机身在视觉观感上的融合。这改变让一加十 Pro 的整机在视觉观感上更为和谐，同时也彰显了其在影像方面的巨大优势，是能够代表智能手机后置摄像头模组未来发展方向的创新之作。
影像体验，手机摄影的前卫探索。哈苏影像 2.0 影像体验是很多性能旗舰常常忽略的。其实，用户对于旗舰手机的影像体验也有着与性能体验相同的极致追求。他们在期望自己的手机不但在娱乐时拥有出色的使用体验，同时也在进行影像创作时具备出众的画质、专业的操作以及更具创新的摄影玩法。1+9 Pro 出色的哈苏影像体验可谓是给很多用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哈苏专业模式的加入，充分满足了硬核玩家群体对于高画质便携式摄影工具的渴望。本次1+10 Pro 将哈苏手机影像系统升级到了第2代，并带来了150度鱼眼镜头、大视影条等全新摄影功能。1+10 Pro 的后置摄像头模组由5000万像素定制索尼大底主摄正5000万像素150度超广角镜头正800万像素长焦镜头组成。在其主摄支持 12BIT RAW 格式照片记录功能的同时， 1+10 Pro 还带来了全新优化升级的哈苏自然色彩 2.0， 并能够实现全链路的 10BIT 色彩记录能力。从主摄实拍样张中可以看到，得益于深度定制的大底传感器和哈苏自然色彩优化 2.0， 1+10 Pro 的主摄无论是在拍摄室外建筑还是户外风光时，都具有良好的成像效果，其视觉观感更为解决，人眼在阳光下所能够观察到色彩。在拥有出色的主摄镜头的同时， 1+10 Pro 的超广角镜头表现也同样出色。1+10 Pro 搭载了一颗5000万像素拥有150度超广视角的超宽幅镜头，该镜头有3种模式，分别为110度广角模式、150度超广模式以及远镜头模式。1+10 Pro 还拥有一颗素质不错的长焦镜头，该镜头拥有的 3.3x 的标准变焦倍数。通过观察样张，可以发现 1+10 Pro 的长焦镜头能够准确记录被摄建筑的光影层次，并呈现丰富的画面细节。1+10 Pro 的哈苏专业模式为硬核的用户群体提供了更为专业的手机摄影体验。用户不但可以使用哈苏专业模式拍摄拥有 12BIT 色彩信息的 RAW 格式照片，同时还能够借助直方图、峰值对焦等工具来辅助拍摄。1+10 Pro 同样支持可以用于创意摄影创作的哈苏自拍模式，该模式通过借鉴哈苏宽画幅相机的设计，实现了超宽幅摄影能力。通过使用这一模式，我们在实际的拍摄体验中，以不同的视角记录下了很多与常规广角照片不同宽幅照片，并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了使用哈苏相机进行摄影的魅力。与哈苏的持续深入合作，无疑为1+10 Pro 带来了更为专业的摄影体验，让专业用户群体可以获得一台能够进行随身创作的专业影像设备，同时也为1+10 Pro 普通用户提供了多种有趣实用的摄影功能，可以让更多的用户体验到哈苏摄影的魅力。旗舰屏幕真 LTPO 2.0 更顺滑、更聪明，也更省电。1+10 Pro 将此前备受好评的1+9 Pro 自由高帧屏幕进行了再度升级，带来了 LTPO 2.0， 实现极速变频与灵活自适应两大优势。1+10 Pro 将屏幕延迟从700毫秒压缩至了75毫秒，屏幕刷新率从 10Hz 回升至 120Hz，近乎无延迟。同时 1+10 Pro 也针对用户的日常使用习惯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屏幕可以根据使用场景自动切换刷新率，做到流畅与节点兼具。在实测过程中可以看到，在浏览信息流页面时， 1+10 Pro 的屏幕刷新率是 120Hz， 而浏览视频时屏幕刷新率与视频帧率实现了同步为 30Hz。 1+10 Pro 的屏幕分辨率高达 2K 加级别，可以显示相比 FHD 分辨率屏幕更为精细的视频与图像画面，并且 1+10 Pro 还首发了双亮度校色功能，可以在实现在不同亮度区域下的色彩一致性，让用户无论是在室内灯光下还是户外观看屏幕时均能获得正确的色彩观感。1加的快速充电，5000毫安时大电池充满30分钟搞定。在续航方面，1+10 Pro 采用了由5000毫安时超大电池，支持 SuperBook 80瓦有线闪充和 Overbook 50瓦无线闪充技术。对于用户来说，无论是喜欢使用无线充电还是有线充电方式，都能够体验到超快的充电速度。在使用原装80瓦闪充充电器的情况下，通过实际测试，1+10 Pro 可以在30分钟的时间内将电池电量从即将耗尽充至 100%，30分钟时手机系统电量显示为 100%，这意味着在电池容量大幅提升的同时，借助快充功率的提升，1+10 Pro 的充电耗时相比上一代机型没有增加，实现了续航与快充体验的双提升。个性系统首发 ColorOS 12.1，1+10 Pro 首发搭载了 ColorOS 12.1系统，在拥有众多 ColorOS 系列的优秀新功能的同时，也保留了1+自身的特色 UI 设计。ColorOS
12.1 系统的个性化定制功能十分多样，用户可以对包括主题、壁纸、动效、息屏样式在内的多项系统元素进行个性化定制。特别是借助 LTPO 屏幕特性，一加十 Pro 首发实现了1:ZOD 息屏显示功能。在开启该功能后，手机屏幕便可以以超低的功耗在屏幕上展示用户选择的图像。总结，一加十 Pro 无疑是一款将各方面手机使用体验优化至极致的性能旗舰。特别是其从用户的实际使用体验角度出发，做了许多深度的优化，带来了体验的提升，尤其是关乎游戏体验的重要方面，均进行了深度的定制与优化，进而实现了长时间稳帧的出色表现。而与其他产品所不同的是，一加10 Pro 既有性能旗舰的优秀表现，还在影像、屏幕、手感等方面有着极致追求。它带来的全面优异的体验，而不是一味拉高性能和游戏这块长处，让其他短板隐藏在这个长处背后。可以说，一加十 Pro 不仅能成为很多硬核玩家的梦想之机，也会是想要一款全能性能旗舰用户的不二之选。